我是100%会买的，而且我会买顶配。那预售价格告诉大家21.8万到28.8万，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是低的，因为我的预期它的顶配得到31到32，没有想到领克的预售价格就是28.8万。好，我来说一下我这台车为什么我是必买的啊。第一点，这是领克品牌第2代车型的全新设计语言的第一台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台车有很多新的东西，你比如说。它是一个超级增程的动力系统，用的是一个 P1 加 P3 加 P4的电机的组合，这是第2点。第3点就是关于它的智能驾驶和它的智能座舱。智能座舱呢是所有领克车主心中的痛。那这一次看他们收购了魅族以后，能不能彻底把它搞定啊？这是一点。包括它那种芯片，这次用到了智驾的芯片是华山的2号 1000A， 然后呢整体的智能座舱的芯片呢用的是龙吟1号，也是一个7纳米的芯片。然后这2个芯片的表现，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部分，因此我觉得有义务啊，跟大家把这台车给买回来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外观造型，先看设计语言。第一个，整体的这个风格其实跟我们之前看到的，包括09啊，包括01啊，变化并不大。变化最大的部分就是整个上方的灯啊，这个日行灯的这个感觉已经变了，变得纤细了一些，而且跟下方的2个大灯是呼应起来的。那领克官方呢也采访了很多的车主做了一些调研，大家的评价是这个造型是 OK 的，而且其实，在很早之前，大概1年半以前嘛，我就看过他们的概念车的造型，当时我也觉得这个颜值 OK 了，而且它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以前老说的领克不上相的问题，在这个车品上已经完全解决了。然后再来这个车头还有一个地方是大家注意的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官方提到一点，就是他们越来越把沃尔沃的真传拿到手了。叫做弃车保帅这招，他们学会了，什么意思呢？一旦正面遇到碰撞以后，他们可以把悬置断掉，发动机吊起来。这个啊，是我们以前在很多欧系车上面见到的一招。然后我今天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把这个丢轮保车的这招也学会？他们说可能也快了，好吧？然后再来说一下轮胎。轮胎呢，我今天专门问了他们的工程师，这个轮胎是他们跟倍耐力联合开发的一个轮胎，然后上面的花纹以及材料都是跟倍耐力联合开发的。但是大家注意啊，领克这个品牌是一个比较偏向运动、比较潮的品牌，你们指望他们搞一个静音胎啊，纯静音取向的胎，这事儿领克大概率是干不出来的。所以这个胎呢，比较兼顾运动和静音以及滚阻这几个方面是进行过优化的。再来就是车身尺寸啊，大家最关心的 CMA EVO 平台啊，这是 CMA 的一个演化的新平台。轴距2848，所以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中级的 SUV 的产品。设计部分呢，最出彩的啊，门这块，第一个无边框的车门啊，这个确实不错啊，确实不错。而且今天我一路开过来，我觉得 NVH 控制的也可以。同时，为了跟它呼应，就是我在车展上面给大家展示的无边框的后视镜。就是我跟你们说，这个东西是这样，你们看着觉得是一个噱头，但是你们坐进车里面看着这个后视镜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会反现出2个字，叫做高级啊，高级。另外在侧面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注意这个坐高啊，这个坐高，我今天一路开起来觉得它开起来的感觉不太像一台 SUV， 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看现在我坐上去啊，这个坐高其实是不高的，这点很重要，因为 SUV 车型很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坐的比较高，那出现一些大曲率弯道的时候，你会觉得重心转移比较明显，这个时候是不太舒服的。所以他们是刻意降低了这个整个成员舱的重心高度的。然后整个车身侧面线条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顺带跟大家说一句，哥特堡的同志们又出手了，所以这次的设计我觉得确实非常棒。另外大家注意一个节点，这是我今天跟他们工程师讲的，我这次开到08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领克越来越有一种非常成熟的欧洲厂牌的味道了。一般是6年嘛。你包括奔驰大概是8年，宝马是7年做一次换代，包括这个换代是从动总、从设计语言全面的换代，那包括新的平台架构的衍生，那这一次大概领克到现在6年，6到7年的时间吧，这是正儿八经的第2代车型。好，再来看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就是尾箱，对吧？来，尾箱是 OK 的啊，这个就很现实啊，大长腿不要浪费。啊，这就是尾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怎么说呢？作为一个中型 SUV 的话，它这样的一个尾箱，不管是横向的距离还是纵向的空间，
我觉得都 OK 了啊。一般家庭3到4个人，拿些需要用的日常的用品啊、旅行的用品呢，完全可以装得下去。好，再来就是更重要的内饰部分了。内饰这个部分直接上硬菜啊，我们看车机系统的表现，整个车机系统表现丝滑。我说句实话，我作为一个很喜欢领克品牌的车评人，从我嘴里说出这句话我都不相信，但是它是真的。你比如说地图，就是怎么甩啊，怎么甩都是流畅的。然后今天一路导航过来，包括跳出、跳进、跳出、跳进，这以前会卡顿的现象荡然无存啊，荡然无存。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主界面，这个15.4英寸的屏呢，又是一个2K 的，所以整个 UI 界面的这个设计啊，包括这种丝滑感受配合在一起就很高级。再来，魅族20 Pro 连上去以后，可以在整个的中控屏上面投射出你手机的应用，你包括微信、QQ 音乐、WPS、QQ， 甚至是王者荣耀都可以，哔哩哔哩，而且他们还做了适配。你选择了你手机上的一些 App 以后，在整个屏幕上面部分 App 是可以做到适配的，所以整个这套系统啊超级棒。另外还有一点是 UI 界面的设计，我总在说一件事情叫做洋气啊，咱们来看看什么叫洋气的东西。你们会发现它的这个电量百分比跟油量百分比的这个设计，我说了，真的是欧洲大牌的设计的功夫，这个审美水平和整个 UI 界面的这个创意是非常好的。所以整套车机系统不光响应快，而且 UI 界面的设计真的是一个全球车企干出来的活儿，这点要给领克点赞。在设计方面，他们是真的下了心思的。我也再说一遍，设计是要算钱的。好，除了这道硬菜以外，咱们马上看第2道硬菜，就是空间。我前排的空间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吧？没有问题。OK， 后排一进到底啊，绝对没有动啊，绝对没有动。就是这个后排，我刚才跟他们的工程师讲，我说你们考虑过09车主跟05车主的这个感受吗？配合上你们这个预售价格，21.8万到28.8万，这个后排妥妥的没有问题啊！啊，怎么做都好做，不管是横向的空间还是纵向的空间。我今天还特别让我的编导小个1.8米的个儿啊，让他调前排，然后再让他挪到后排，他都说这是 OK 的，啊，这是 OK 的。所以整个这个后排的表现棒啊！棒，完全可以满足一个3口之家或者是4口之家的日常出行。然后说到这个地方呢，我就要说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座椅，这个座椅我今天一屁股上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 Oh my God， 这个座椅好舒服。它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它是那种你坐上去，它会呈现出塌陷感，但是你塌下去以后呢，很明显有一个反向力又把你的屁股顶起来。所以你会觉得这是有柔韧性的一个座椅，这是一点。第2点，全车是可以纳帕真皮的，因此呢，这个丝般顺滑的感觉呢，也可以传递到你的四肢和你的臀部上面来，所以很棒。再加上整个的后排空间的表现，不管是头部、横向还是纵向都很 OK，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后排乘坐的感受啊，非常非常的好。另外呢，高配车型和顶配车型是有4张座椅的座椅按摩的。而且这个座椅按摩，我今天在前面也体验过了，按摩的力度很好。我们以前有一部分车型的这个按摩，它像是在捶，它不是在按，你知道吧？这就好比按摩师没吃饱饭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按摩的整体的这个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是那种这样的感觉，很有力的，体感是很棒的。好，我们再去前排，前排的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啊。现在很流行的头枕的扬声器，他们也给到大家了。然后呢，门板的设计跟以前不太一样。首先，门板的拉手有2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此外呢，由于是一个电控的门，你看，下方给大家留了一个机械的，而且这个机械的就说明一个传统做汽车的企业的精髓在哪儿？它没有像一些新势力品牌，给你放在门板的置物架的里边，你要去掏，哎，回手掏。它不用回手掏，它在前方，非常容易看见，而且上面专门做了一个类似于紧急逃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干汽车企业应该做的事儿。再来就说一下门板上这个音响，哈曼卡顿音响23个扬声器，今天已经试过了，我这方面这个不太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些比较懂的，反正我觉得听下来整体感觉是非常好的。
此外，这就是 A2 的这个 HUD，A2 的 HUD 很夸张，92英寸，10米的投射距离。今天一路开过来，我觉得我前方这一片各种的信息的显示非常的全面，导航的、速度的，包括它的一些提示的，以及驾驶辅助提示的，非常的清楚。这个会比我之前在奔驰的这一代的 S 级上面用到那个 A2 HUD 还要宽，那个我记得是，投10米出去是70多英寸，这个做到了92英寸，所以非常棒。它像一个巨幕电视一样。官方还说呢，我们这些人提了车回去以后，在驻车状态下可以用这个 A2 HUD 用来干嘛呢？放电影。放电影。再来就是谈一个电感的问题啊，现在大家买车都要谈电感，我就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这台车的左右2个无边框的后视镜的这个按键呢，没有在门板上面，跟我们之前的我那台极氪001一样，是需要在车辆控制里面自己去调的。那在车辆控制里面后视镜调节，包括手套箱也是这样的，左侧同锁跟右侧同锁也在屏幕里面，这是集合在一块了。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会让一部分非常喜欢新势力的消费者呀很动心，很动心。然后再来就是它没有像其他新势力一样啊，把遮阳帘给大家省了，没有啊，遮阳帘依旧在线，分段式的天窗。虽然这是一个 P1 加 P3 加 P4 的电机，而且是一个非常偏向于纯电行驶的增程的新能源车。外观内饰都看完了啊，现在有一个难题，大家帮我解决一下。就是这台车，我们到底是买这个香槟银，还是买这个绿色的？大家在这个投票里面啊，帮我们抉择一下啊！我跟我的编导现在吵得不可开交，好吧？第二点呢，就是这么热的天儿，你们是不是得来个一键3连？好吧？那就来说一下这台车的这个驾驶这个部分。我相信也是很多关注领克的朋友呢，既关心，但是呢又不是那么担心的部分，因为在这个方面。领克的整个的行驶性能和它的行驶舒适性，包括底盘的调校，基本上是国内天花板级别的啊。这台车呢还是分了几个版本的，分别有2驱版跟4驱版。那么2驱版呢，就是 P1 加 P3 是一个前驱的这样一个动力结构，然后目前我开的就是 P1 加 P3 加 P4，是一个3电机的4驱的结构。动力有多夸张？先跟大家说一下啊，3电机的合并功率436千瓦，然后 P3 和 P4 2个电机加起来是316千瓦，扭矩合并是905牛米。好，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肯定会很奇怪啊，这个 P1 加 P3 加 P4 是个什么构型？首先 P1 就不说了 ，P1 主要是一个发电电机，然后 P3 呢是个什么故事呢？ P3 在变速箱的后边，那 P2 是在变速箱跟发动机之间离合器的后边，而 P3 是在变速箱的后边。然后 P4 是一个后桥电机，所以说如果到了高配车型的话，那么4驱就是多了一个 P4 的后桥电机。那 P3 的意义在于是它可以完全和发动机解耦，所以这台车可以做到相当程度的纯电行驶。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很奇怪，杨哥，你是不是收钱了？你为什么不说发动机是什么？好，现在告诉大家，发动机是 1.5TD， 但是它是个4缸的。好吧，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问题。今天我特地去问了他们，他们说这次的发动机用的是 1.5TD 4缸，并且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纯增程的，它在一定的工况下，发动机是要参与工作的。你比如说，当你的电量低一点的时候，而你的速度又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发动机会参与直驱，并且它还在驾驶模式里面给了大家一个东西，叫做超级增程和性能。在这2个工况下，发动机也是会参与直驱的啊。第一个不是3缸机了，但是依然是 1.5TD。第二个，发动机是可以参与直驱的，因此它会是出现并联和这种增程的工况，2种工况它都会有。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电耗和油耗吧。今天开到现在开了230公里，目前电耗是 7.5 度电，油耗是 4.2 升。关于馈电部分的这个油耗表现，等我提了车以后，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做出来。但是我要提前打个招呼。不管是我之前开过的01的 EMP 的亏电的工况，还是我以前买的那台星越1 HiP 的馈电的工况，大家都看到了，都没有突破8个字。我估计这台车应该也会这样。这台车的动力模式呢，既然是一个非常偏向于纯电的这样一个增程模式，那么大家肯定想知道它的纯电行驶能力怎么样。第一个啊，
如果是大家选的比较低配的版本的话，那么它的纯电续航只有120公里。但如果选到了大电池的，就是39.8度的大电池的版本的话，那么续航分别是245公里和220公里。目前我开的这个 P1 加 P3 加 P4的就是220公里的续航。讲句心里话，220公里的续航，纯电续航啊，也是够了的。再加上以前啊，不管是在01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个EMP 的版本，还是这个增强的 EMP 版本，我之前测试过的领克这套这个纯电的增程的这个续航，基本上就是1:1的水平啊，1:1的水平。所以大家，我觉得200多公里对于一般的一线城市、泛一线城市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好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如果算上油以后，那么目前 CLTC 工况他们自己做出来的成绩是1400公里的续航。那我算一下，那基本上类似于在广州啊、武汉呐、成都这样的城市，大概率1个月可能也就不用加油了，好吧？这是整个动总这个部分。然后电池这一块呢，一共有3种电池，前驱版21.2度是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结合体，目的呢是为了保证放电功率。四驱版呢有39.6度和39.8度，分别是来自于宁德时代和蜂巢动力。同时大家注意啊，未来的所有的 CMA 的 EVO 这个平台出的混动车型，全是40度电池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点。再来说一下驾驶感受吧。然后今天做了3个科目，第一个0到100啊，0到100呢4.25秒的一个官标的成绩，我今天实踹了一下，也就是4秒多的一个加速，所以这块很强啊，很强。基本上过了40公里以后还能上台，还能挠地，这是屌，好吧？屌就一个字。然后再来呢，今天做了个麋鹿测试。今天做麋鹿测试的时候呢，那就有2个信息点需要大家知道，它用的是一个博世的 ESP 的9.3。我在很多节目里面讲过，只要是上到 ESP 的9.3的这个版本的话，那基本上在麋鹿测试的时候，70公里往上是不会丢的。再加上本身整个领克对于车辆的整体调校的水平是一个偏运动的风格啊，整个底盘响应很快，对侧倾的抑制，包括有一定侧倾有的回弹都做得很好，所以在麋鹿测试的时候，这台车70公里可以做到无害通过，这点是很好的。再来就是跑了一个金卡纳，那在跑金卡纳的时候呢，我必须讲，确实车有那么一点点的推头的表现，但是呢，整体的动态响应是比较灵活的，特别是这个转向，我推荐大家如果去试驾的话，用标准就可以了，因为它给了3个模式，分别是这个舒适、标准和运动，但是我觉得舒适呢有点偏轻了，那标准刚刚好，而且整个的转向手感呢，我觉得跟以前咱们开的不管是01、02、03还是05、09等等这样的车型的这个转向手感都不一样，标准呢会更加的偏质感一些。此外呢，就是由于它搭配了这样一个 P1 加 P3 加 P4 的这样的一个4驱的结构，你想嘛，300多千瓦的一个动力，900多牛米，所以在金卡纳这种小的这种测试的环节里面，动力是非常非常充沛的，基本上电门只用给到1/3就可以了。然后来到日常行驶啊，今天这部分其实开的并不多，我的感觉就是日常行驶这副底盘可以说比目前我们开到的不管是新势力也好，包括豪华品牌的一部分车的底盘也好，只好不差啊。具体表现几个方面，首先是前后的俯仰这一块抑制的非常好，这么大动力的一台车，在你急加速的时候车头抬起来的不明显，而在你做紧急制动的时候车头下铲的也不明显，那么你的前后的这个重心的变化就不大，这就是俯仰。而这个部分呢，第一个是关心到车辆的姿态，第二个关系到你在加速的时候人的晃动大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开电车会晕的原因啊。所以前后俯仰抑制的不错。再来就是左右侧倾，那么在左右侧倾这个部分呢，有几条。第一个，在金卡纳里面，你在过一些比较大曲率的急弯的时候，哪怕速度比较快，它的车不会向一侧垮下去，而且在明显的侧倾来临以后，你的一侧的悬架对你的反向支撑来得比较快，同时力量比较够，所以这是一点也比较好的。再来就是垂直方向，这个就跟行驶舒适性强相关，就是说你在一定速度下遇到一些不规则路面，不管这个不规则的路面是短波的高频路面，还是带冲击的大起伏路面，你要处理的比较好。刚才在过一些起伏路面的时候，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路感，但是这个路感不会通过车身传递到我屁股上来，是那种很难受、很恼人的感觉，这点是处理很好的。对于
领克这样一个品牌，路感是一定要留下来，它不会把它抹平。这也是领克我觉得做这样一台08区别于类似于像 L7呀，包括一些特别偏家庭化的产品的一个很大的区隔，就是它不会为了家庭而妥协开车的人，因为让开车的人开心呢，是一个安全的基本保障，你不能让他越开越困，对吧？所以它留下了路感，而留下了路感就代表它的侧向支撑是强的，那侧向支撑强，你在开的时候就会更加尽兴一点。这是底盘的这几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如果对于一个不愿意为了家庭而完全妥协自己的男人或者女人来说，这台车的驾驶质感和它的驾驶感知在中型 SUV 里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也知道驾驶和行驶品质从来都不是领克的问题，但是我要说，目前这台车的整体的行驶性能和它的行驶舒适性，在以往的领克01、领克02、03，包括05、06等等车型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好的。果然是全新的平台，全新一代的车型，整体的质感都有提升。这一次呢，只是我和领克08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们预计是在9月8号正式上市，而你们看到节目是8月8号，8月8号会开启预定啊，我是肯定会买的。等到我9月8号以后提了车以后，再来跟大家做一个非常详细的、更加全面的长测。这个长测预计会持续1年，所以想买领克08的消费者和我们的观众老爷一定要关注我们，并且给个1键3连。